不是神兽，实力却能媲美神兽的3只宝可梦。1. 滴珠霸。滴珠霸这只宝可梦，我想大家了解的应该不多，甚至可以直接说它比较冷门。但只要翻阅图鉴就能知道，这只宝可梦的输出是很不得了，比起很多神兽都要强的很多。之所以说它输出高，主要还是滴珠霸的专属特性水泡是真的很离谱。首先，这个特性能让水系招式直接翻倍，也就是说，只要打水系招式，那它的攻击力比盖欧卡的特攻还要高。当然，盖欧卡的特性是降雨，也有威力最高的水系招式喷水，所以说是这么说，实际上还是有不小差距的。不过对付那些弱水的神兽，那还是非常疼的。其次，这个水泡这个特性受到的火系伤害还会降低一半，并且不会被烧伤，这对于滴珠霸这样的务工输出来说还是非常关键。只可惜滴珠霸的速度不够，在以前的时代还好说，但是在极巨化飞冲时代，那滴珠霸就只能依靠空间来争取出手权，再加上自身是个脆皮，还是很依赖队友的。2. 若丁鱼。若丁鱼在动画里的表现同样是没有什么存在感，而且比起大凶残鲤鱼王还有所不如，就连官方图鉴给出介绍也都是说，单只若丁鱼是个战五渣，而且味道鲜美，只要落单基本上就只能沦为盘中餐，因为这样若丁鱼就会和同伴成群结队，也就是所谓的鱼群形态。据说这个形态下，就连暴鲤龙碰见也得逃之夭夭，这也证明了鱼群形态下的若丁鱼是有多么强悍。当然，要是按照游戏视角来看，单只若丁鱼的种族是真没什么好说的，和鲤鱼王一个水平。但正如上面所说，鱼群若丁鱼的实力就有点突飞猛进了，种族直接超过准神，但是分配却不怎么好，血量该低的还是那么低，但是速度降低，倒是能让它成为一个输出很强的空间打手，输出同样能达到接近盖欧卡的水平。比较糟心的就是想要维持鱼群形态，那就要学会控血，所以大部分时候要么吃果保持状态，要么就让队友加血，加上前面说的空间，需要的条件是真的很苛刻。3. 超级大嘴娃。虽然说超进化已经是前几个时代的系统了，可每当提起那时输出最高的宝可梦，就总会想到蜈蚣天花板超级大嘴娃，而现在能够刚好在蜈蚣上超过它的，也就只有神兽苍响。由此可见，在没有苍响的时候，超级大嘴娃的输出是有多么夸张。相对应的，这两只宝可梦都有些平招，但苍响毕竟是神兽，速度快，耐久高，还有专属招式巨兽斩，而超级大嘴娃就比较依赖先知技能突袭了，毕竟它在没有空间的情况下，用别的招式是真没什么出手权。当然，考虑到平衡，苍响这种本就很全面的宝可梦，也没有像是突袭或神速这样的高威力限制招式，可仅靠着电光一闪，那它还是能造成一个很可观的伤害。但总的来说，超级大嘴娃在务工输出方面仅次于苍响，比起大部分务工神兽来说，还是要强上不少的。虽然说这3只宝可梦的输出都能够媲美神兽，但滴珠霸和若丁鱼都是非常依赖队友创造条件输出的宝可梦，尤其是若丁鱼还要抗血，输出的难度不是一般的大。至于超级大嘴娃，别的都很好，唯一缺点就是输给了时代，而这个问题或许就是他们不能长久活跃在对战舞台的主要原因吧。